嗨，大家，我是插画家 Papi。那今天我想跟你们聊关于作品集网站的 everything。对，我之前有透过我的电子报跟 Instagram 去收集一些关于作品集网站的问题。那今天我就会用 Q&A 的方式跟带入一些自己的想法跟经验，完成这支影片。所以，如果你对今天影片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继续看下去咯。第一题就是建立作品集网站的效益大吗？对我来说我觉得开一个作品集网站的感觉就像是开一间店，然后我那间商店里面的商品就是我的作品了，店的招牌就是 domain。所以你的问题套入我的逻辑的话，就很像是你问我开一间店的效益大吗？就有点奇怪。就是你开一间店，那间店是展示你的作品，那它的功用就是展示作品。那个效益高，就是能不能让人家找到你，是行销的工作，不是作品集网站的工作。第二个是每个插画家都一定要有作品集网站吗？我可以用接案网。我会说，如果你要出来接案，你是一定要有一个作品集。你可以选择自己开一个网站，或者是用你说的接案网都可以的。但我觉得是一定要有一个作品集，去让人家知道说你有在接案。因为下一题是有点延续这个问题，是用接案网的网站看起来会不太专业吗？我觉得那个专业度的感觉，用举例来说好了，你现在身为一个消费者，你想买一样的商品。那我在官方网站买的，跟在 PC Home 或是 Momo 或者是AZ 或者是虾皮买的感觉，是不是有一点不太一样？那我觉得那种感觉是，第一个是专业度，第二个就是信任度。我会觉得我自己我在官方网站买的，我会觉得比较有粘着度。会觉得说，我是跟这个品牌有直接的连接。那我觉得在平扣或者是就是这一类的网站上买，我会觉得我好像就只是消费结束了的感觉。那我觉得推回来作品集网站跟像是 Behance 这类型的网站来说，我如果直接看到你的作品集网站，我可以了解你的风格，然后好像去这间旗舰店的感觉，就是你怎么设计这个页面，你怎么去介绍你自己的感觉，会跟你附属在 Behance， 因为 Behance 有限，而且 Behance 也比较杂，它除了插画之外，它还有摄影或是 3D 的或是动画等等，它是所有各种的创作者都可以使用的一个作品集的品牌，所以它会比较杂一点，所以会去用那种 Behance 的去发案的那些客户他们也都会想要快速去的感觉，所以你可以看你自己是什么样类型的个性，跟你想给客户什么样的感觉，你就可以去选择平台。那对我来说，我还是喜欢有一个自己的网站的感觉，就是有一种自己的品牌的那种感觉。好，该放什么作品上去，可以怎样选择，跟好奇作品集网站会放什么类型的作品，以及怎么去呈现呢？商业案自己喜欢的作品，速写灵感或草图发想等不完整的作品也可以吗？好，这两题我就一起回答。你先想你放的作品，就很像是你钓鱼的所以你想要钓什么样的鱼，你就要放什么首先你要先想你要钓什么鱼，这个部分呢，你要思考一下你要接什么样的案。你要接童书绘本的部分呢，还是你要接 editorial 的部分呢，还是你要接其他？因为我自己比较熟悉就是这个部分，对。那我就用童书绘本的部分来解释给你们听。像我现在要钓童书绘本的鱼的话呢，我要先了解这些鱼它的习性是什么。所以童书绘本呢，这个市场它就是要有一个书的封面。书的内页跟什么样的年龄层他们会有不同的书，因为像很小的朋友他不懂字，所以呢他们比较会去看书的图，所以图要怎么去说故事，这就是你的功力之一。再来就是再大一点点的小朋友，他可能读小说，像哈利波特那一种，
我不知道你们印象，就是哈利波特他们的书都是黑白，因为它的文字量很大，所以你不可能印这么多彩色的页面。通常就是只有封面是彩色的，它内页都是黑白色的，可能是很多很多的字中间配一个小图，那个小图我们就叫它 spot， 然后或者是一个单页的，然后去解释这一章的故事这样子。你也可以做这种类型的作品，所以你现在有封面，然后 spot 单页跟跨页的作品，然后你可以配文字，这样子。编辑或者是艺术总监在看，他们也比较直觉，因为是他们熟悉的作品，因为他们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你可以配字或是不要配字都可以。另外，他们也会需要的就是像是他们想知道你可以画出什么样的角色，所以会找适合你的故事去给你。所以，你可能画人类。那人类你可能会有各种年龄层的跟各种性别的人类，那你除了画单一的一个人之外，你也可以让他跟配角有一些互动，或是有不同的姿态，喜怒哀乐这样子。因为你画一本书，那个主角就是要联系嘛，所以他们就会知道说，你可以创造出角色的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或是他的互动的感觉是怎么样，所以他们也可以做参考。那除了人类之外，动物的角色也很 popular， 所以你可以画一些动物的角色，然后逻辑也一样，可以有不同的姿态跟反应。你可以用 spot 的方式，或是你也可以把它画成一个故事的感觉，都可以。这些是比较基本的作品，你可以放在你的作品集网站上，就是专门是想要 for 绘本的。第二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你要放你是真的很喜欢的作品。你放上作品之后，客户就会说我想要这样的风格，然后去做我的案子。你要先想你能不能再去复制出同样的风格。如果客户跟你说他喜欢这个风格，你会不会开心？那如果是正向的答案，那你就可以放在网络上。这个问题有提到说自己喜欢的作品跟速写灵感或草图发想不完整的作品也可以吗？我会把所有的像我前面讲那些所有的完成的插图放在一页，那一页你都可以再点进去。如果他有兴趣的话，他可以单一的点进去去看你怎么发想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蛮好的，是他可以知道说，我们未来如果我发包给你，我们合作，那合作你发想你怎么创作的那个过程，因为他每个过程。编辑都会去跟你磨合嘛，会去给你 feedback， 然后再去改，所以你的整个过程他也是需要了解。可以放，那要怎么放？你要自己想一下你自己的个性或者你自己的风格是怎么样。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像我刚刚那样的方式去放，因为我会觉得说要有一个总览页面会比较好，是因为会发包给你的那些客户，像是艺术总监或是编辑，他们都超忙，对，他们通常都只有3到5分钟去看你的作品集，所以你有一个总览的，会比较方便他们去检视他需要的一些线索。那如果他们真的喜欢有时间，他们会再点进去看的，或者是你自己有部落格，那部落格可以写的会更详细，所以如果这个艺术总监他对你有兴趣，他可能会去看你的部落格。然后去看你的逻辑啊，他可以想象说未来跟你合作的方式会是怎么样的方式。因为如果你有分享你的草图的话，他就可以知道说你的草图的程度是到哪里。因为有的人真的草图是超级草的，我真的有时候我会看不懂，所以他可以知道说你的草图的呈现度是怎么样，他也可以做依据，就差不多是这样。所以你是可以放的，那怎么样呈现就跟我刚刚讲，就是你可以放在图里面，或者是你可以用部落格的方式去呈现。我会建议你不要放在就是那个总览的那一页，就是会有点杂乱。假设作品不停累积，那么旧的作品还可以留在网站上吗？如何呈现会有较好的效果？与该注意的地方，我觉得每一个创作者他的风格是一定都会变的，除非你有刻意的想要去维持一样的风格。但正常的创作者他的风格多多少少一定都会变化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是你旧的作品还可以留在网站上吗？我自己评估的重点就是我的客户他叫我在做同样的风格，旧的风格我还能做不做得出来。如果可以的话，你当然是可以放的。如果你
觉得，我现在风格变了，然后旧的我其实好像我是可以画得出来，但是我需要花更多时间。那我觉得那个效益有点不太高，因为是拿来接案嘛，所以一定是有商业关系。所以我觉得要提升效益的话，就是你要创作的那个过程啊，时间越短越好，或是越开心越好。这就是我接案的2个重点。所以旧的风格，如果你是可以再次的创作出来，然后是开心的，那你就可以放。如何呈现会有较好的效果？与该注意的地方，你要看，如果真的那个风格啊，真的差异太大的，我会建议你除了检视说这个风格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之外，如果你的作品真的风格太多，我会建议真的就是精简到1个或是2个。我觉得除非你是真的很厉害了，不然我会建议就是刚开始1个风格会比较好，或是你可以把风格不同的东西开不同的分页去呈现，我觉得会比较好。你就可以想象说你的作品集网站它是一间店，然后里面的作品就是你的商品，所以你可以把商品规划，如果是同样风格的商品，你是不是可以把它规划成一区就是那个风格，然后一区就是那个风格，你不要就全部的不同风格的商品都混在一起卖，我觉得那个感觉会有一点杂乱，但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吧。那我只能给你就是把它实体化的去想象一下作品集的那种感觉。对，好，好奇怎么筛选放出网站上的作品，又如何定义一张作品的完成度够不够高呢？就是客户叫你再做一次，你做不做得出来，跟你喜不喜欢这样子的作品。如果我可以做得出来，很快，我很熟悉这样的风格，那我就会放。或者是客户说我喜欢这个风格，你会超级开心的，这种作品我也会放。那其他的没有到这么高程度，我就不会放。我会建议你就是放你真的觉得最好的作品，真的不用太多，真不要太多。对，你后面问说要如何定义一张作品的完成度够不够高，我觉得就真的就是换位思考。你现在是客户，你会不会愿意花钱去买这个作品？你会不会愿意花钱去发包创作出这个作品的插画家？你思考看看。作品集网站呢，我自己是我比较想把我的时间专注在创造我的作品，所以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去架设一个网站，所以我自己是用 Wix。那像 Wix 它是有点像套模，就是它有一个模板，那你可以就是在那个模板中就是自己调自己喜欢的可能颜色啊、字的 font， 然后或是各种你可以上传你的插图等等，你可以自己打造，但它本身就有一个模板。Wix 它本身也蛮多 app， 就是比方说它可以帮你的网站全部都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或者是它有商店可以让人家就直接在你的网站上 shopping 等等，它有很多不同的 apps 这样。那像 Wix 类似的网站，我自己有去试用过的是 Squarespace， 还有 Cargo。我会比较建议你本身会写程式的人，我觉得在用 Cargo 就是会有一种很可以 maximize 那个整个网站的 design。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偏懒偏直觉的那一种，你就用 Squarespace 或是 Wix 这样子。好，今天影片就差不多这样。那如果你还有更多不同的问题，我欢迎你就是订阅我的电子报，或者是你也可以在这支影片下面留言，在那个 Instagram inbox， 我都会回答的。对，好了，拜。